你忘了带草纸了。老兄啊，请问你有没有草纸啊？谢谢啊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的名字叫李雷，是一个警官。今天陪母亲看戏的时候，发现今天的主角居然被人开膛破肚。哎，大家不要怕，大家不要怕，大家镇定一点，镇定一点。我是警探啊，大家镇定一点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来到法医这里，才知道这样的案件连续发生了3起，除了被开膛的戏子，还有被割喉的舞女。和被开瓢的光头，经过法医解剖，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，因为他们被注射了同一种麻醉剂。从凶手的切割手法看，他即使不是专业的外科医生，也是对人体构造十分了解的人。可就在我开始查案的时候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你这是内痔还是开刀割掉的好？用药只是治标治不了本的。马国人，多给他几瓶药。好的。谁不想呢？哪有时间嘛？最近的案子特别多，连睡觉都没空。小朱医生见我没时间动手术，就把他有独家偏方的大哥朱医生介绍给了我。另一边，朱医生在去诊所的路上不小心撞到了酷爱研究医学的小强，于是就把小强带回诊所，给他开了点药。就在此时，病人找上了门，于是朱医生就带着病人进了诊疗室。恰好此时我拿着地址找到了诊所，一进门我就误把小强当成了朱医生。来趴在那边，趴在那边。可就在我要接受检查的时候，发现朱医生不见了。啊，我在找朱医生啊。我就是。你是？那他此时我才明白过来，刚刚那个是个骗子。朱医生给我检查过后，感觉问题不大，就给我开了几副中药。朱医生下班回家后，就把舞女来找他修大灯的事情告诉了妹妹，妹妹却很是鄙视舞女。这恰好也被正在家里染头发的宽嫂听到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白天到朱医生那里看病的舞女感觉身后有人跟踪她，于是立刻甩开对方，然后趁对方追上的时候发起偷袭。此时他才发现原来是白天在诊所见到的小强。小强跟来是好心告诉他，要想活命就去大医院做手术。可是舞女并不买账，回到酒吧后，舞女就开始做生意。先生跪下。原来迷晕舞女的就是那个分尸狂。舞女被同事发现时，已经被麻醉后卸掉了大灯。次日一早，我带着母亲到朱医生诊所看病，可她见到我时却神情紧张，将一副带血的手套和手术刀冲进了马桶。进到诊所以后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就跑去了厕所。方便完以后，我见马桶里有血迹，就以为是痔疮又犯了。朱医生见我没有发现不对劲，才放下心来。从诊所出来后，我便继续调查案件。第一嫌疑人就是舞女的男朋友小安。就在我审问小安的时候，他提醒了我，还有那个没牌的朱医生，给他看过病的，你怎么不抓他？啊，朱医生啊，朱医生是医生啊。此时我才想到，出事的人都是在朱医生那里看过病。我大惊失色，因为昨天我刚带母亲去过朱医生诊所，于是我赶紧飞车前往母亲晨练的地方。果然，分尸狂再次出现，将一个老太太迷晕，准备动手。等我赶到时，发现地上有具尸体。妈，你说话呀！跟大家合作一点啊！乖儿子，乖儿子，妈在这儿啊！幸亏母亲没事儿，可我已经确定凶手就是朱医生。等朱医生外出的时候，我进入诊所寻找证据，可我很快就发现他们家的佣人宽嫂在销毁证据。于是我便带人到朱医生的家里搜查，果然在这里搜出了大量的人体组织标本。回到警局后，我们就连夜对3人进行了审问。由于3人口风一致，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放人。可我并不想放弃，就派人盯着朱医生全家。可不出意外的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宽嫂居然被人在楼道里袭击。我立刻怀疑到朱医生头上，以为他要杀人灭口。可经过询问，盯梢的人说朱医生并没有离开房间。于是我就把宽嫂送进了医院。次日，小强鬼鬼祟祟地来到殓房，开始捣鼓尸体。恰好看守殓房的老赵在这里睡觉，他以为小强是来偷尸的，就追了上去。很快小强就来到了宽嫂的病房。
宽嫂急忙替小强辩解，这才让老赵放下戒心。起初我也没有在意，就约做护士的女朋友晚上再来宾馆见面。可当天晚上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看守练房的老张刚要回去睡觉，就发现尸体全都被开膛破肚。老张立刻就报了警。毫不知情的我从宾馆出来后，就来到夜市，想要填饱肚子。看见小强在卖牛杂，我就顺便吓唬了他一下。我一看就知道你闯进练房就是有意的啊！没有。今天早上我去看宽嫂，摸错了房间。那你后来被人追的时候，也混进宽嫂的房间？啊？就在此时，传呼响了起来，我立刻给同事回了电话。医院出事了！出什么事？练房有人来过，有些尸首的内脏不见了。内脏能有什么用啊？拿去做牛杂，神经病！不是探长，我们怀疑是阿强做的，因为他们说呀，阿强下午去过，他的嫌疑最大。现在黄鼠狼带人找他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觉盘子里的牛杂也不香了。就在此时，2个同事来抓小强，反被小强一刀扎进腰子逃跑。我一路追赶，发现小强来到了敬老院。毫不知情的老人见小强手里有刀，以为他是来切蛋糕的。我立刻把小强是分尸狂的事情告诉了义工。义工趁着小强切蛋糕的功夫，将老人全部疏散。眼看人都走了，小强也反应过来，拿着水果刀就冲了出来。危急时刻，我一枪就给小强爆了头。我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就到医院准备割掉痔疮。可等我睡着后，同事才来告诉我，小强不是凶手。女朋友见我睡着，就想把这件事告诉小朱医生，可接电话的却是朱医生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朱医生非常紧张，他似乎不想让妹妹知道这个消息。是谁打来的？你不认识？半夜，朱医生突然被惊醒，他发现自己居然被绑在床上，而宽嫂突然出现，说出了被分尸几人的症状。此时，朱医生才知道宽嫂才是分尸狂。可为时已晚，因为宽嫂要给朱医生治头疼病，给朱医生治好了头疼还不算，宽嫂又连夜来给我割痔疮。我还以为来的是女朋友，就在床上装睡。可下一秒，宽嫂一针就扎了上来。她见我要逃跑，急忙用病床阻止，不知道她用的什么牌子的麻药。这么快我就开始头晕脑胀，眼看我昏迷了过去，宽嫂就冒充医生把我推进了手术室。危急时刻，我用最后的理智将自己推进了楼梯间，这一摔果然把我摔得恢复了行动能力。随后我便藏进了练房，很快宽嫂就跟进来，她误把看守老张当做了，我一刀就扎了下去。我趁机逃进了停尸间，宽嫂见状开始寻找。危机时刻还是老张救了我一命，可不一会儿宽嫂就追了上来。我也不知道她一个老娘们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，我想躲进洗衣机休息一会儿，可被她逮了一个正着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绑在手术室。只见宽嫂推着全套工具向我走来。此时我突然爆发洪荒之力，摆脱束缚，抓起一旁的手术刀就给他爆了头。我试了试，宽嫂没了动静，才放下心来。可我刚回头，他就一刀扎进了我的痔疮。我真没想到精神病的执念这么深，凭借这个案件，我自然也是升职加薪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